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段时间呢，共和党的内部出现不同的声音啊，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11月的中期选举，有很多人要选举，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啊？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本身呢，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民族嘛，历史的痕迹会变得更强壮。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只有川普敢。针对这场战争，没有想到现在是副总统范斯要带头造反了，捅刀川普。等一下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美军现在的最新伤亡数字，我们也带观众朋友稍微来看到最新的数字，来自于美国国防部的证实。他说目前是7名美军阵亡，另外140个人受伤，当中8个人伤势是重伤，非常的严重的。会不会影响到期中选举，拉起了警报呢？共和党现在也在分裂切割，要自保。我们今天就这些政治议题一起来看看，对于美国国内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好，来看到的是，确实这场战争已经影响的就是美国政治的分裂了。川普自己坦言的，他说他现在跟副总统范斯在伊朗这场战争上面的问题已经完全的不同调了。因为范斯他主张的是，美国你不应该这么多的介入海外事务，应该减少对于海外的军事介入。美国不应该再让自己陷入在中东的战事的泥淖当中了。那么最新消息，我们也来看比较敏感的事情是来自于美国媒体最新的爆料，内部在白宫出现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范斯跟他的司法部长疑似透过公开爱普斯坦的这个档案来对抗川普，而川普知道之后，当然绝对是震怒了。他说，如果自己真的因为这个事情被迫下台的话，他会摧毁范斯未来的总统之路。川普不只是说说而已，事实上他也有具体的行动。他的行动就是选在原本就不挺川普的海湖俱乐部的金主面前。我们来看到他来到了海湖俱乐部讨论2028年的总统接班的候选人。那么可以看到是当天晚上这一些的金主几乎是一面倒的。大家都是比较支持卢比欧，远高于范斯的。现在其实共和党内面临非常大的期中选举的一个压力，又再加上范斯现在公开唱反调，难道范斯已经在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铺路了吗？这一枪出来，接下来对于共和党还有期中选举的冲击又有多大？岳老师怎么看？我看了一下报道就是说那个 Halfway Post 当中这个消息当中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里头的话呢，有几点是可以谈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个川普打这场战争里面出现了非常吊诡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这个美国人的话呢有意见，像 F-15这么好的战斗机舍不得卖给我们的，居然被友邦科威特自己打掉3架那到现在也没有任何解释。你说打掉1架的话呢，以前 F-18大黄蜂掉下来，大家可以了解就是友邦误击，那连续误击3次，那你就这个真的是到目前为止，我问了所有的人得不出来，因为说句良心，我们不是军事记者，但是我们会了解到。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这段时间的话呢，卢比奥出现的几率比范斯多得多。范斯基本上成了隐形人，都没听到。那原来司法部长叫邦迪也不见了，原来都是很捍卫。邦迪前一阵子的话，还是为了这个爱普斯坦案的话呢，跟这个美国国会大吵一架，吵得非常凶那但是呢，现在呢也好像都没有出现了。但这个消息讲呢，美国的共和党的内部出现这个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因为11月的时候的中期选举是美国有很多人要选举，要选州长，要选众议员，那你现在搞成这个样，他怎么选对不对？大家据说就是说可能会掉他的位置那么这个川普变成跛脚，几乎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美国的川普总统第2任变成跛脚的话，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为什么？因为他干了每一件事情，他起码就会被遭遇到我初步保守预估，他会被弹劾250次。这个是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因为这个的确就这样子。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呼应一下那个伊朗本身人家是一个3000年的一个民族嘛你在现在的话呢，你越打。
我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忍心讲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抗战时期的时候，那个历史的痕迹让这个民族透过历史的解释会变得更强壮。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说一寸山河一寸血，10万青年10万军，朗朗上口？伊朗现在就是这个局面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的话，250年大家只急着发财，那怎么拼了？所以为什么长期来讲，没有美国总统不想打伊朗的，那只有川普敢。然后呢，伊朗本身来讲呢，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压制住伊朗的话呢，就是封锁荷姆斯海峡。现在这2件事情在这个礼拜都爆发了。我跟你讲，这件事情真的很难善了。而且川普自己发明个无条件投降是由他来定义的。那他讲说他要结束，那怎么可能？我告诉大家，伊朗的结束方式就是所有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全部滚蛋。就这么简单。好，所以这场战争我们也刚刚看到了嘛，持续的影响到美国自己内部共和党的政治分裂。那还有哪一些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持续的带我们看。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整体都烧起了民众的怒火，民调也显示了现在60%的美国人其实都是反对对伊朗动武的。而且呢，现在这几天可以看到，包括了在50多个城市，在美国已经爆发了反战示威，大城市当中包括了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到芝加哥，民众都高喊停止战争，痛批川普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并且这一股抗战的反战的风潮已经蔓延到欧洲了。伦敦街头数万人同样的是走上街头怒火，加拿大多伦多示威者则是在美国的领事馆外抗议。再来，欧洲的政府也跟美国保持距离。西班牙说不会成为这一场战争的帮凶，这是共和党最大的政治炸弹了吗？聂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人生、国家或任何人都应该遵守人生的2个红线。第一个呢是道德，第二个是法律。可以看一下川普现在的行径行为，他有遵守任何的道德吗？他有任何法律的规范吗？完全没有啊！所有东西国际法他说了算，人家所有人用国际法束约他，他说哦我不认国际法，那个法都不算的，反正他说了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之下？ 除了很怕他，必须好像这个卑躬屈膝来听他话的人，请问会不会反感？因此，不管内外，都一定会有很多反对声浪，甚至一些中等以上的强国，过去都是白皮肤白种人，跟他这么友好的一些国家，为什么一一到我们的对岸中国去？这个不要说示好，带着这个经济财团这样子去做一些经济的互惠，就是因为大家对现在美国的所有的行径已经没有办法接受。 当然，只要稍微有良心道德的美国人也好，或社会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良心人士，你会发现，就一定会集结人去反他的行为，甚至已经牵扯到了这个行为就是整个美国的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很大。当然，从美国政治体来讲，当然川普的行为，当然他就是一个共和党、民主党的对峙，在共和党从一个政治素人已经拔擢出了变成总统，而且任了2任，分开的2次的1任。 这个总统呢，如果他做得好，其实他的魄力能力其实是被大家肯定的。但是因为他做的是很多道德和法律上的疯狂举动呢，造成大家没有办法接受。因此，当然自己共和党的政治负担就非常之大。民主党当然这就可以有机会见缝插针。所以以川普来讲，不管在任何时候的反复无常的话语，或者非常自豪的话，只报人家之短永远讲自己之长，把自己的这种弱点藏起来的这样的问题。 一定会出问题。各位，我先要讲一个东西，你知道我稍微研究过川普这个人。他在年轻30几岁的时候，他常看电视，很关心政治。他以前就想选总统，而且说他一定选得上。各位你要知道，他当时我爬搜他最讨厌一个总统是尼克森，他觉得尼克森做得很烂而且被弹劾下台嘛。但是他最欣赏的总统就是雷根 ，Reagan。他40几岁的时候，你会发觉雷根从1980年到1982年，他很多行径都在学雷根。 包括你知道广场饭店他会买下来，是因为广场这个1985年9月20号跟这个美日英德法5个国家开了广场饭店协议之后，他在2、3年后把它买下来。你知道他去拜访雷根的时候是带着什么眼光？连续去了好几次，你去稍晚就知道，他一直很多路线都跟雷根走。他很讨厌尼克森，对不对？可是你会发现，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有一部电影就叫《尼克森》，就是尼克森。尼克森当时被人家反对，就是做了一件大事。为什么？大家知道越战1955年到1975年20年。 这之间，尼克森1968年上任，他做了什么事？他上任以后，他做一个动作，说打太久，太消耗战太强了，我们没办法接，我要撤军。这是好的。结果呢，他偷偷做秘密行动。1968年说要撤军，是暗地就跟川普一样，表面说撤军，在1970年相反做了一个叫 linebacker 的行动，叫做后卫行动。你要干嘛呢？
去扩大秘密轰炸柬埔寨、辽国。为什么？他这个因为北越南越的战争，他为了南越要去去封锁那个胡志明小道那个北越的地方，他就乱轰，就轰了以后，就像现在他打伊朗一样，召集群起激愤，你知道吗？愤怒，而且非常多的美国人在里面也是一样反抗，就像你刚刚讲的，现在美国人也是反抗啊，只是当时呢还在校园，因为反这件事，反他的秘密行动扩大的这个秘密去炸这个柬埔寨、辽国，而在校园开枪，还死了好多人。尼克森当年的事情呢，也因此呢被非常多记者在挑衅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撤军，还去扩大去攻击柬埔寨、辽国的事情，他不是发生在他身上吗？你不觉得在政治就会产生很大的负担吗？你觉得他还能够撑多久？我真的是很怀疑啦。但是当然，他现在所有的政治内阁全是中心内阁，他原来把他自己封锁的死死的、好好的，对不对？这个防线的确很强，可是你知道，全部都怕他了。你知道这次我觉得最恶心的，我来形容的一件事。各位，我不知道那应该不是 AI， 如果是 AI， 我就要道歉。川普呢，人家问他为什么把一个小学炸了死掉160几个、170几个。如果这是真的话啊，我这样讲，他讲什么话呢？他说不是我们炸，我们发现的是他们自己炸的。结果假设是真的哦，你知道这个话绝对是假的嘛？然后他为了要证实，他不能自己讲，他就马上跟那个赫塞斯战争部部长讲，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各位去爬一下，他说对，是对方炸的。你不觉得中间内阁中心到完全没有道德，完全没有基础，胡乱把世界搞得一塌糊涂？你觉得有道德良心的人能再继续支持川普吗？就算你能力再，就算你再有钱，就算你再有 power， 就算你再要 MAGA 把 America 要 make great， 人家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好，所以现在其实面临很快的今年的11月份期中选举，川普除了面临自己来自于人民内部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甚至是共和党内自己内部人士的压力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压力则是来自于全球会给他的压力，也就是这个能源市场的压力。因为荷姆兹海峡现在几乎瘫痪了嘛，国际油价狂飙。虽然美国是很重要的产油国之一，但是确实它有1/3都还是仰赖进口的，也代表是说这个国际油价还是会持续的影响到这个川普的，那么也会让美国的经济受到波及。尤其是《纽约时报》最新也报道了说，这一场战事继续的下去，那么影响的就是通膨了，可能从2%今年升到4%，经济成长率从2.4%，今年预估会下挫到只剩下1.6%。川普还能打这一场不对称跟伊朗的这个战术吗？干哥怎么看？我要在历史上面留名，这些都可以被牺牲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你有没有想过，美国自己本身是最大的产油国啊，对不对？其实老实讲一句，伊朗他把这个油路给封了，然后把荷姆兹海峡给封锁了，那川普为什么要怕？好，我现在坦白跟各位讲，因为美国自己本身身为最大的产油国，但是它仍然需要靠1/3的油来进口。为什么？因为美国所生产的油大部分都是轻质原油，就是用在汽车，生产出来的是汽油。可是你要飞机用的油，或者是柴油、重车用的油，那叫重型原油，就没有了。所以它必须要从外面进口，所以它自己出口1/3，它又进口1/3。然后呢，美国有全世界最大的战略储备油田在哪里？在路易斯安那跟德克萨斯州的地底下。在就是盐湖，它外表都就看起来就像盐沼一样哈，就是盐池一样。那事实上，他们就是因为那是个很干燥的地方，很容易储藏这样的那个石油，而经久不会变质这样。那问题是，你知道美国这个最大油田可以储藏多少吗？它4座油库可以储藏4.15亿桶，平常。如果要打仗的话，共可以存7亿桶，这就是他们准备要打仗。现在他们没有达到这个数字，现在大概在4亿桶上下。那可能这样子大家没什么概念。我现在就讲好了 ，IEA 就是国际那个能源总署，它自己本身有32个会员国，那这32个会员国，美国除外哈，32个会员国加起来是多少？它有多少储备？12亿桶。美国的7亿桶就占了人家的1半有多，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它自己本身它是产油大国，但是它也很被动遭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嘛，它要进口也要出口，
所以那个油价不是那个什么全国连锁加油站可以决定的，不是这样。那完全要看国际局势以及经济态势啊，跟国际现势，这些很多很多复杂的原因加起来，你才可以看到布伦特原油为什么几天之内冲到100，它会再往上冲的。现在听说到113掉下来一点，可是它明天又会再涨上去。其实到$120一桶就已经是美国的一般中小企业的负担上限。大家就看到说，在这个情况底下，荷姆兹海峡如果没有早日开通的话，对于全球影响很大，对于美国自己本身的影响更大。所以我认为说，川普在这个地方，他总是到最后一定要听一下，拜托卢比欧跟你讲的，你要听一下嘛，对不对？的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时候，你那时候 GDP 你就不能不管，就国民的感觉你就不能不管，因为那也牵涉到你跟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会使你的那个贸易额跟那个指数下降。那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中层老百姓占大多数来讲，对于他们的收入一定有绝大的影响。这就是海湾战争、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来所造成的结果。好，接下来我们关心，现在看起来川普是想要停战哦，但是又怕认输嘛。另外一方面，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算川普想要停战，但是以色列会不会拖他进入这场战争的泥淖当中呢？现在美国的网友很多人都已经上街示威的，希望能够停战，甚至发起了送川普的儿子上战场的这个各种的示威活动。那其中选举现在看起来共和党是要惨了吗？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本来现在看到的是美以伊战争是不是真的要结束了呢？原因是因为川普接受了电视台的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特别讲到，他说这场战争打得非常的彻底，差不多可以结束了。尤其伊朗他没有海军，没有通讯能力，没有空军，我们美军的进度是远远的超前的。但是现在关键来了，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他又说了，我们赢了很多，但是不够。记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个本周似乎还不会结束战争，现在看起来是不会结束战争的原因跟纳坦雅胡有没有关系呢？因为现在专家也做了一个分析，总理纳坦雅胡他想要打垮所有的敌人，其实不是只有伊朗而已，还包括了黎巴嫩真主党，甚至是胡塞组织。所以说，并不是川普一个人可以决定的。甚至川普之前就曾经说过，何时结束战争是他跟纳坦雅胡双方共同的决定。好，不过呢，伊斯兰革命卫队针对了川普讲了这么多话，也出来呛瞎。他说呢，未来决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是不是美军结束的，是由我们来决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伊朗的总统也说，要求德黑兰无条件的投降，根本就是痴人说梦。再来看到伊朗的外交部说，只有在确信未来不会再遭受攻击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结束战争。川普对于要不要停战说法，其实看起来还是反反复复的。重点是不是又被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牵着鼻子走呢？他可以，他也敢对纳坦雅胡说不吗？大使怎么看？所以他的那个魏科夫啊，还有他女婿啊，都已经要到以色列去了。会不会一下飞机就先标3字经？不知道，对，因为事实上以色列不讲武德，对不对？打这个伊朗的油库，这个应该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不要去动油库。你以色列单方面啊，自作主张去打，所以才会美国的官员气急败坏啊。你破我布局啊，我不想把这个事情蔓延到这个石油方面这一部分，你不要去碰它。结果以色列照打，所以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啊，美国国防部官员一打来就开口就3字经了，对。所以呢，川普当然是很火大了。那而且川普才不是受以色列节制，川普是听华尔街的啊。华尔街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对，那他才能。川普又喜欢打电话，我告诉你，打电话是最笨的，你会被受到人家立刻给你一个压力。你喜欢打电话给欧洲各国领袖是吧？欧洲、欧盟10个国家的总理打电话找你。就说这件事情不要玩过，你玩过你去搞石油啊！我告诉你，我们本来就不太支持你搞石油，我们就反对了。就是这样直接讲啊。虽然你要天天跟人家打电话，
最好人家大人物都不轻易接电话，就怕你话一丢你就走了，对不对？警告人家就是你喜欢接电话，人家就好警告你嘛。所以川普是给自己很大压力，所以他立刻他就出来说，哎，战争很快会结束，对不对？人家记者第一个问题说，你说很快会结束，你前2天你这些战争部长还说他要打4周嘞，对不对？那现在很快是多快？那川普也不敢说很快，我们就看他明天早上他怎么说，对不对？看他怎么说，这个事情啊，以色列内塔雅胡，你要真的这样玩的话，内塔雅胡川普绝对跟他翻脸，绝对跟他翻脸，对，所以这个基本上先把内塔雅胡稳住。内塔雅胡如果是要自己干的话，那美国很简单啊，我本来还帮你防守你的上空呢，那就你自己看吧。美国对这个对乌克兰不是这样吗？你不听话，我就撤走对你的军事支持啊，武器也不给你了。以色列嚣张这么多年，就是靠美国啊。对，搞到最后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是美国靠他，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尾巴咬狗的事情少干，是尾巴就不要去咬狗。那时候小布希公开讲说，我美国人要不要打仗，美国决定，你要把它拖下水，没有那么简单啦。是，所以现在的状况就变成你一碰到油，这个事情就难搞了，对不对？你看伊朗这么小心，我封锁荷姆斯海峡只打了1艘美国的油轮呐，对不对？也没有把它打沉啊，打伤一下，大家都点到为止。你要玩真的时候，就是玉石俱焚了。而且你美国也会被烧得很惨。那所以川普现在真的紧张了。我觉得对他来讲，他要收这场战争的话，伊朗已经说了，你要保证未来不对我攻击。这都是谈的，这都是可能的条件之一啊。那就川普来讲的话，川普跟中国大陆干到最后说我们现在进入休兵，到最后一样对伊朗说我们休兵1年，我休兵2年，对不对？川普会这样做的。川普是一个很灵活的一个商人啊，非常灵活的。那只要对他不利的时候那会让他付出真正的重大代价的时候，他马上就转了。这样战争我认为说停就停了。好，所以川普不太会受这个纳坦雅胡的摆布。这件事情的起源就是因为以色列去炸了伊朗的30座的油库，所以美国非常的愤怒，就骂了这个国骂。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美国希望扶植在伊朗这边的亲美政权有这么的容易吗？尤其现在经过了这一场这么激烈的战争之后，民众还接受美国吗？干哥有怎么看？这就是最难的地方嘛，这也是你川普做不到的地方。理想总是很美好，你想要扶植一个亲美的政权，谈何容易？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条件嘛。这个国家只是你美帝没有办法渗透的一个，它不像伊拉克它也不像约旦这伊朗好，我们直接讲，它就是铁板一块。你非当地人，或者是就是说了解当地的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个权力的核心。所以老实讲一句，美国这样做，坦白讲只会引起反感，而且它引起最大反感，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他这一次动手没有告诉任何盟邦。我在2月28号那天要动手，讲个小故事。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现任的他那时候人在哪里？人在杜拜，就飞弹打过来了。他说怎么回事？原来他就在饭店里面，虽然没有，你知道那个他处在的饭店，我们就不讲哪一间了。但是朱美拉棕榈岛你知道吧？那是新月型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对全世界的骄傲。你看我填海造陆造出一个棕榈岛饭店，那里有3家饭店，他在哪一家我们就不讲了。真的那个飞弹不是飞弹，那个无人机就打到了他的饭店的外面，他吓一跳，他说：“身为国防部长，我不知道我的盟邦美国干了这个蠢事，然后你要干可以啊，你跟我讲一声嘛，我赶快回去嘛。”结果没有，他同时也是在这个受惊的这批旅客的名单当中，意大利的国防部长真人真事，所以你就晓得说，你根本没有通知照会我们这些盟邦，你就动手了。回想起1991年跟2003年2次入侵伊拉克，都是盟国都是美国你是大哥，跟你一起跑，我们坦克运过去，我们战舰过去。你看这次你出兵那个伊朗，没人跟你啊，只有以色列而已啊。
而且老实讲一句，你要看以色列的脸色，那其他国家怎么会同意呢？法国第一个就不同意，瑞士也讲了，这犯了战争罪嘛，这违反国际法嘛。其实有更多，英国不敢讲，为什么？英国永远不敢讲，他心里这样想，他不能讲啊。法国敢讲，其他很多欧盟的国家都不认为这是一个师出有名的，是正义的。然后伊朗虽然可恨，但是你应该要用外交手段来解决。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就是中美这个川习会要展开了。王毅外长讲得很实在，就是说你不能就这样跑出去打人家嘛。那你打人家，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得到了你的结果吗？好像没有。然后以色列又炸了30个伊朗的那个储油库，美国就觉得说奇怪，那个是民生用油，你不能炸油库啦。然后内塔尼亚胡根本不理你，我要干嘛就干嘛。这些油库有可能转为军事用途，我把它炸了再说。问题是老百姓也受其害，内塔尼亚胡是不管你的，啊，川普只能够认了。那川普认久了以后，我跟你讲，就会更被欧盟所讨厌。为什么？只要到了，刚刚大使说，现在一桶113，已经快要到129了，超过129了，我就跟你讲，那就完蛋了，那就代表说什么？世界的经济就会被瘫痪了。所以，川普你还是要算盘还是要打一下，可以这样做吗？我觉得真的不值得。好，针对于这场战争，不只是看到美国的盟友对美国表达不满之外，现在呢，美国自己内部也重新做了一个最新的民调，就是开战之后，大家对于川普他去打这场战争，还有处理伊朗的方式做的民调，都是超过50%的民众表示非常的不认同的。那么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权威的赌盘预测机构 Polymarket 的最新统计，他们认为民主党获胜的几率高达了85%。我们现在也看到，在美国各地现在出现了非常的多的反战示威哦，其中一场示威是有上千人的一场示威，他们就高举牌子说送川普的儿子拜伦上战场的一个联署哦。那现在网络上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哦，是网友特别制作出来，就是他的儿子上战场的各种的照片，他们把它拼接成一个海报。那上次哥又怎么看这个？对于期中选举会有很大的影响吗？如果照这样下去，川普的其中选举共和党的部分真的不妙。那这些东西都是环境记者的创意。但我们通常来讲去观察，现在美国媒体基本上也都是每个月甚至每2个礼拜就做一次川普的主要的民调。那这次特别对于这次美伊战争来讲，超过67%的民众认为，就都超过60%啦，就认为油价会持续上涨，或认为这场仗还会继续打下去。那么，但是支持打这场仗的美国民众对川普只有不到30%，29%而已。所以最后我觉得一切的东西，真是国际上油价，当然这些东西都闹纷纷，影响很大。可是拉回到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子的其中选举来说，最后都还是跟人们的生活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了。所以在现在这波民调当中，人们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这场美伊战争，是在意的是美伊战争跟油价带来的通膨的影响。比如说，在最新的这个月刚刚过去的统计，美国的失业率基本上又上升了4.4%哦。所以这种失业部分的波动虽然都是有的，可是一旦有能源的危机产生了更多的影响，会不会更严重呢？以及我们在里头看到的部分是，这些虽然都是一个论辩，政治的论辩，但地方的这些其中选举还要拉回到地方上的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一些大家互相的搏斗。目前统计起来，对于共和党或对于川普长期的整体的不满，并没有让民主党大家觉得助来你民主党。可是呢，在某方面，以德州这个民主党大本营为例，你会发现主要还是他的移民跟边境政策，有大量的拉丁美洲人流到民主党，好像这次会压制在德州方面的这个共和党参选人哦。所以就是说，真正在其中选举里头，跟台湾一样，很多 local 地方上真正这个人比来比去的东西，大环境的因素会有影响，但那些因素往往都还是民生议题，通膨或者是失业的这些，不见得延伸到这个国际局势啦。但目前整体来说，看起来，我想赌盘已经告诉大家了，就目前这个情势，而且以美国过去来讲，其中选举大概8月以后就已经是非常非常血腥，在那个地方争斗了哈。所以坦白讲，这个川普最后要拿出一些对他的利多，好像没几个月哦。那川习会能不能拿到一点点？其实有首歌叫做《我该拿什么东西来爱你》，
对于美国来讲，我该拿什么东西来投你？川普跟共和党可能接下来只剩几个月时间而已。哈米尼最高领导人刚死，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战火现在全面升级了，会由他的次子世袭来接班吗？另外，现在伊朗寄出的最新公式叫做这个去中心化的马赛克防御，也就是说分散的在总共是31个战区之外。31个战区之内来开火，现在被解读是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美国以色列接下来打得住这一场长期的消耗战吗？我们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其实呢，在哈米尼最高领袖他身亡之后，不到数小时的时间而已，我们看到德黑兰是立刻宣布了要成立一个3人的临时领导委员会。好，这委员会其中的一个成员之一，他就这样出来做宣誓了。他说：“好，确实哈米尼已经逝世了，但是呢，接下来这场战争我们会持续的依照哈米尼当初的设计，优雅的进行下去。那现在看呢，要进行下去，总要有一个领导人吧？现在传出来最高的领袖就会是哈米尼的次子了，这位是穆杰塔巴。穆杰塔巴，观众朋友可能比较不熟悉，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长期呢，他奉行的是跟哈米尼一样的一个保守派的路线，是比较强硬的，而且呢，他跟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过去他曾经打过2伊战争，现在更是伊朗的民兵组织巴斯基的重要的指挥官。那么接下来伊朗会实施怎么样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针对美国跟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样施压呢？就是对全球持续的做这种经济上面的勒索跟施压，让美国跟以色列感到压力。但是有没有效？我们来看到伊朗最近做了哪一些动作？用无人机轰炸在中东卡达的天然气设施，还有沙国最大的炼油厂，荷姆兹海峡也被封锁停滞，油价现在一口气已经暴冲了70%这么大的一个幅度。另外，在多个地方的机场跟港口都遭到袭击，在阿联、在科威特、伊拉克等等，我们最近几天都有提到，包括了美军基地，有多个美军基地都遭到袭击。那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最新也采取了最新的攻势，这个攻势叫做马赛克防御，也就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方式。伊朗把他的军队拆分为31个战区，每个战区呢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领导人，他们就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的中央命令的一个方法了。这些领导人在31个战区自己来决定说，我什么时候要做攻击，我的目标是谁，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攻击。这样子的好处呢，我们来看到伊朗的外长怎么说。他说，就是因为在过去20年之间，我们伊朗长期在研究美军的失败案例，他认为就是这种去中心化马赛克防御的体系，才能让伊朗胜利，来决定战争到底何时，还有如何来做结束。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这个伊朗的次子，也就是这一位强硬派的穆杰塔巴上位，这是伊朗神权世袭化，还是接下来会跟革命卫队的接管有关系？他会如何带领伊朗的前景？会强硬的继续跟美以之间来做抗衡吗？那委员怎么看？美国跟以色列这一次的发动战争哦，他们原本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伊朗的这个从哈米尼以下的40个可能接班的人一次把它歼灭掉了。他认为这是外科手术式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操作模式。但是当这件事情从第一天被他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值得炫耀哦，值得这个拿来作为教科书教材的一个模式的时候，随着战争的发展，他们逐渐发现他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了。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他把哈米尼跟哈米尼以下所有可能接班的排序一个一个都同时把它这个猎杀掉之后呢，马上就陷入了另外一个困境了。第一个困境，川普不断的呼喊说大家要起来推翻神权政权。可是哈米已经死了啊，要推翻谁呢？你要推翻总要有个人可以去推翻吧，没有个人啦。哈米尼都已经挂了，然后呢下面死掉了一大挂人，那到底你要这群人去推翻谁呢？这是第一个问题，找不到人推翻了。然后第二，川普不断的在喊说呢，我们要跟这个接班人来谈判。好了，接班人已经全面都被你团灭掉了，到底哪一个是接班人呢？美国大概也搞不太清楚了。他在处理委内瑞拉的时候，他至少还知道那个第2号人物，然后他至少还能够私下的跟第2号人物有一些互动跟默契。他现在没有了，他现在整个伊朗是一片的真空状态，他根本摸不清楚到底接下来
这个40几个人被猎杀之后，那排名接下来那第50个究竟是谁呢？他可能都搞不太清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也找不到人谈判呢。所以你就会看到川普不断的喊谈判，然后呢喊到最后他自己干脆回过头来讲说，现在谈判已经太晚了啊，我已经把你们都空军跟海军都消灭了，现在不要再来谈判。可事实上我在讲的是根本没有人要去找他谈判的，因为全部上面的人都被团灭掉了，谁能够有资格去谈判呢？好，这是他犯的第2个错。第3个问题是，他把哈米尼变成烈士啊。就你本来还可以讲哈米尼的什么政权有各式各样的贪腐问题哦，现在不得了了，哈米尼连他的家人在那一场猎杀里头都牺牲掉了。你不是只杀哈米尼一个人，你杀了他的孙女，杀了他媳妇，杀了他周边一大家子人。哈米尼现在变成了这个殉教者了，不管是他真的有没有真的想要殉教，但是他就变成殉教者了。那这个对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明星来说，那就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了。就像刚才舰长讲的，你现在把我们原本也许大家还有人在批评他的人，你现在把他猎杀掉了，而且用这么残忍的方式猎杀，那你现在举伊朗全国，现在谁还敢站出来骂哈米尼呢？谁还敢站出来说我要去推翻他？那个人已经为了伊朗全家都已经被美国团灭掉了。那也正因为如此，他的2儿子这个穆杰塔巴在这一次的上位，其实原本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这个讨论，因为各位知道，伊朗的神权体制当时推翻了巴勒维王朝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打破封建。他们就是反对世袭就没有什么父子子继的这种道理。对，所以伊朗的神权政权从来不来这一套的。但是当我这次看到连穆杰塔巴都要上位的时候，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美国把哈米尼变成了烈士，在这个烈士的情况之下，穆杰塔巴当时因为身体的因素，可能曾经被哈米尼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所以反而保全了他。那现在变成革命卫队跟他结合在一起了，居然能够这个推翻掉过去在这个神权体制里头说不世袭这样的一个默契扶植这个穆杰塔巴上位，这就代表说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这个神权体制的这个正当性了，因为他整家人通通都被团灭掉了，他就是一个牺牲者，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看到说穆杰塔巴曾经打过2伊战争，他现在是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跟革命卫队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那么美国这次恐怕就会碰到了一个烫手山芋了。美国这次碰到了一颗硬石头了，不是一个软柿子了。因为穆杰塔巴他不仅仅只是神权的人员而已了，他不仅是有神权人员的光环，因为他的父亲，因为他的家族，他现在还加上跟革命卫队这个紧密的关系，包含他自己也曾经参与战争、指导战争的。所以美国现在碰到的状况是川普公开曾经讲过，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就是伊朗的政权没有崩解，他们找到了接班人，而且这个接班人是最强硬的接班人。川普的噩梦从现在就要开始了。好，最强硬的接班人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穆杰塔巴，哈米尼的次子，再加上刚刚委员特别提到，结合这个革命卫队，再加上穆杰塔巴过去有实战等等的经验，接下来打的这场消耗战被叫做是去中心化，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分31个区域，然后有自己的各自领导人，马赛克的防御方式，美以打得起这种消耗战嘛？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我特别要讲一下，其实这个伊朗的有一些政策，像他现在打来打去好像制造天下大乱，这是一个完全的错误。我想做人，就是我们私底下这种为人，跟这个国家战争是一样的。就好比说，如果我这个为人，第一个，我不要轻易树敌，你不要轻易说这个人是你的敌人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建立10个朋友，不如少树立1个敌人”，不要轻易树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一旦决定一个敌人，你要把他给消灭掉的时候，你记住你一定要浓缩，就是他。你不要张三也骂，李四也骂，王五也骂，全都变成你的敌人，那你不是找倒霉吗？伊朗这次也是一样的。伊朗这次的敌人其实是谁？是以色列。美国是以色列的蛊惑下来参加的这个战斗的。那你打就打以色列，结果你说那所有的美军基地我都要打。你知道你在树立敌人，因为在那么多美军基地，你就打准一点嘛，你就打不准，打过去砰就打到旁边一个学校或者打到一个民间，这些国家都在想你凭什么打我？但是我这样在说，在起码还打的都是中东，我们在这里看着就是看戏嘛，都是中东在那打今天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如果你去封锁荷姆斯海峡，你想用经济来逼他们，美国、以色列逼不动的，那结果台湾很火大。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么多都仰赖这个进口石油的，我们能源影响多大？日本火大了，结果你做了一些就是
对你的敌人伤害不大，美国、以色列伤害不大，但是你把全世界都伤害了，那全世界这时候都会认为说，你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我们一定要一起来想办法把你团灭掉。这是一个在自己找苦吃，你知道？所以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集中目标，因为就是就是打以色列。如果你只打以色列，旁边所有的这些过去跟以色列有仇的伊斯兰国家武装组织，他们通通会觉得说我们要支持伊朗，因为伊朗这次你看被人家打成这个样，我们是不是要帮忙他？结果你把全天下都惹了一遍了，你不是自己找倒霉吗？这是一个，因为人人其实都在思考自己的利益，你知道吧？像我们在远东这些地方国家的人，对我们也觉得有些东西不能做，有些东西可以做，但你基本上我们还是有一个想法，就是那是他们的事。但是如果你这个利益，像好比说，害我们今天股市跌这么多，今天很多股市的人可能就很火大伊朗，就是因为你封锁荷鲁斯海峡，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心崩了，他会对他产生一个抱怨。原来支持同情伊朗的，反而现在变成说这实在是太可恶了。这个东西是伊朗这些一定要做，就是我也奉劝所有的人就是一样。第一个，不要轻易树敌。当你决心要跟一个人拼的时候，记好，就是那个，你不要扩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浓缩你的打击面。好，那干哥又怎么看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伊朗的最新的打法。其实你说，这次美国击毙了40多个，现在正确的数字其实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高。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 F-22战机护卫着那个 F-35啊，携带的是 AGM-158，那是长程遥攻武器，听说发射了20多枚，还没有加上精准弹药。所以说，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觉得今天会把穆吉塔巴给提升上来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因为你最高伊斯兰的革命委员会是不会让这个儿子继承的，那现在让儿子继承了，代表什么？代表没人。没人了，为什么没人呢？总统还在啊，总统裴德斯基安还在啊。裴德斯基安是一个虚位 ，OK，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被川普，其实川普他一直没有点出这个人，他就是拉里贾尼。拉里贾尼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秘书，他现在还在世，也就是这个人相对比较温和，有没有可能是拉拔他上来？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他们今天先说，就说我们还是让他的小儿子哈米尼的小儿子先来坐这个位置。可是我要跟你讲啊，神学士的他们就是他们这些传教士，高阶传教士，他们的标准很高。也就是说，你这个儿子上来接任以后，你不能够维持我们伊朗这个国家的尊严的话，你没有决心要打，你没有方法打的话，你随时会被拉下来。因为为什么？你绝对不是一个谈判的对象。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的话，你是哈米尼的儿子，绝对不会跟你谈的。所以说，他就没有什么伸缩的余地。他不是要战就是一定要和，要和不可能就一定战。可是他在他们的那个什叶派里面的神学领域里面，他没有权威，因为他太嫩了，他没有权威。那他只有我今天接掌国家机器之后，我就要开始展现我们伊朗的铁腕。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叫马赛克防御系统，就是说从去年的6月的12日战争之后，他们会发现说，万一我哈米尼被打死了，你们会不会变成一盘散沙？好，我现在把权力下放给31个省，每个省的省长，你们都是高尚的神职人员，才能够当到省长，可以跟中央通报以后，马上就决定你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在地方上的组织，以及你们能够提供中央什么样子的军事资源，你们马上就可以做。不要因为今天如果说我被斩首了，而变成了一盘散沙。这就是马赛克去中心防御思想，去中心，就是说没有中心了，没有头了，我就可以整个国家不会陷入一盘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革命卫队他们自己提出的 IRGC。其实老实讲，在很多地方情报战这部分里面其实是蛮聪明的，就革命卫队，所以他们想出了这个方法。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 IRGC 在发挥马赛克防御观念的时候，不然伊朗怎么能射那么多飞弹出来？是谁来统合那个能力的？那就是这个防御系统做出来的决定。
所以伊朗的反抗可以从去年的改组之后变得现在非常的有效率。那我相信，他那个穆杰塔巴他上任之后，会不会让伊朗的防御能力更加进一步提升？这就是这几天我们要特别观察的重点了。好，谢谢干哥。对，其志伟员实从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指挥体系哦，是不难看得出来，伊朗早就已经准备好一套剧本。伊朗绝对不是像大家外界所看到的，说我仓促应战，然后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现在显然看起来，他已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从去年的12日战争之后，他就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反复做沙盘推演了，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情况我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的模式。这个非常聪明每一个指挥官有4个继任人选，然后呢，一旦发生战争，这个上层的指挥中心被团灭掉之后，各地的这个指挥官就开始自己按照剧本来发动战争了。所以照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假设，其实伊朗是有一套剧本的。包含现在的去中心化指挥体系都按照剧本在做，所以就回过头来就像刚才舰长讲的，外界一直在想说你好好的去打，你就打以色列跟美国就好了，你没事去拖这么多人下来干什么呢？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了，我来推测就以色列这一次他知道的是一个灭国之战，他就拖全世界下水了。反正我以色列都要被整个被你我伊朗是一个灭国之战，我伊朗都要被你摧毁掉了，我要被你灭掉了。我这个时候就拉大家一起来陪葬啊，全世界一起来陪。那当然你说波湾国家都跳起来了，然后欧洲国家也跳起来，那怎样？波湾跟欧洲国家能有多少军力？欧洲国家有军力早就去乌克兰战场了啦。波湾国家有军力就不要靠美国去支援了。你还不要讲波湾国家这些人都是阿拉伯人嘞，都是回教徒，看着伊朗被以色列这样修理，他们讲过几句话吗？都没有啊。所以你说对伊朗来讲，他现在的这套剧本几乎可以大胆的看得出来，他就是把全世界拉进这场大战火里头，大家一起承受那么呢，与其我去打以色列跟打美国，然后我把你跟以色列跟美国打败，伊朗几乎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像刚才舰长讲，全世界都受苦。好，可是呢，尤其像我们台湾，干我们什么事呢？当不干我们的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来讲说，别打了吧，因为真的不干我们的事大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这样下去对我们来说有影响的。当全世界都受到影响的时候，那这个压力就在美国跟以色列身上了。所以其实我认为就走到去中心化作战，舰长是专家应该知道，都走到这种各自指挥战争了，就已经代表说大家就是拼死、鱼死网破的时刻了。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按照传统的这种逻辑来走了。